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介绍来宾，首先是立法委员范云，前立委陈婉慧，资深媒体人尹乃菁，大家好；立法委员柯志恩，前立委林玉芳，立法委员林佩祥。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金砖本来是4国，现在变5国哦，扩大到如今的11国。而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10号在这个俄罗斯参加了这个金砖外长会议，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大金砖战略哦，应对冷战的小圈子。你看到这些金砖国家的这个外长一字排开哦，在俄罗斯开的这一场会议。另外呢，针对王毅的喊话 ，G7 说哦，要警告中国小银行哦，我们必须讲，我刚刚讲的5大金砖国家变成金砖11国，它的势力越来越扩大，它的人口占了全球的1半哦，那全球的贸易1/5都在它的掌握之下，经济总体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已经超过了7大工业国 G7。那 G7 说，我要来警告你哦，你的小银行有一个抗衡的力量已经存在了。我们来看看王毅是怎么说的。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与伊朗代理外长握手会谈。伊朗是新加入的金砖成员国，金砖国家原本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共5国，现在扩大成11国，首次聚首在俄罗斯举行外长会议。我们和其他的成员一起成功地实现了金砖的历史性的会员，那么向世界发出了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也鼓舞了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联合自强。王毅还见了东道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表示愿和俄方一道应对外部阻力。除了单独与金砖各国外长见面，外长会议上，王毅表示，扩员后的金砖占全球人口近1半，全球贸易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已超过7大工业国，并暗批美国拼凑地缘政治小圈子，呼吁金砖国家们要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美国防范北京还有军事动作，飞弹防御局最新报告显示，将从10月起每年在关岛举行2次飞弹拦截测试与主动演习，为期10年，这是因应关岛面临来自中国跟北韩的飞弹威胁。好，您刚刚听到王毅说到，这个金砖11国鼓舞了全球的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联合自强。所谓的南方国家，指的就是亚洲、非洲、中南美等国家哦，这些开发中的国家，泛指这些开发中的国家。而另外有一则新闻，今天登上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很多报纸的头版头，包括美国有一个计划吗？要把台海变成无人地狱吗？听起来非常的惊悚。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说美国有一个计划要部署数千无人战机、无人战舰为台美以及伙伴部署部队这些部队争取时间。一旦中国来犯，他们要出动数以千计的这个无人机，还有无人舰在这边形成一个火海的攻击网。阻挠共军登台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无人地狱。光是看这个地狱景象的这个代号，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悚那这是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帕帕罗接受华邮的报道，他讲出来这个计划，他说让台海成为火海，美军司令接中国如果犯台不打持久战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阻吓解放军的晋级。那我们看到接种，他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他就讲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作战的计划现在成熟了吗？美国当然是当前 AI 大国，可是你要动用到所有的这个无人机无人战舰，有人要在这边指挥真的可以成功吗？他认为2035年前，这都是望梅止渴，就是2035年前。大概很难成熟很难展现你想象中的那样子的计划。那张延廷将军是这样讲，可不可以先给我们4样重要的武器包括逆踪战机、雷达、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机，还有反潜机。讲到这个拖延中共攻台的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地狱计划，蔡明燕在立法院回应，他说盟友的观点我们都这个非常的重视
并且他揭露了我们跟国际友人呐、针对中共的活动样态，我们其实都有交换情资。某种程度，他可能也证实了哦，就是各种的这个想定啊，或情资我们都有交换。讲到美国总统，讲到拜登哦，有一段影片最近在网络上流传，就是10号，当美国总统他们在白宫举行6月节的时候，拜登有一幕大家看了吓坏了。我们先来看看画面。好，观众朋友，您看到这是10号在白宫的时候，拜登参加当地6月节的活动哦，大概有足足30秒的时间，拜登是完全没有动作的哦。那旁边的人都在律动，所以显得更诡异。只有拜登他不动哦，他不动30秒，旁边的人有稍微提醒了他一下哦，30秒之后他才微微的有一些动作。于是你可以看到共和党，包括川普都在笑他说：“拜登发生什么事情了？拜登你还好吗？”来，我们先请教委员。对啊，因为以前那个 Trump 最喜欢称拜登叫 Sleepy Joe 嘛，你看，那现在是完全是投在那边。我觉得对拜登，大家对他的身体状况，对他的整个智能，还有些时候他讲错话，这在这个美国这两党之间这个拼斗这么严重当中，他这样的一个画面出去，的确会对他造成影响，因为坐实了很多人对于拜登他是否有办法在第2任当中好好的把完成他的任期，这的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不过无论如何，因为这是选举的时间，所以你会看目前为止，不管任何的事情，大家都还是围绕在这个美中这个关系来说，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金砖，这个伊朗加入，然后又在俄罗斯举行，你就可以看出这整个的一个这个大的范围，完全就是跟中跟美彼此之间再来做一些所谓的对抗，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基调啊。只是王毅特别提到说，它整个的规模已经大于这个 G7。其实他们对于这些产值还有经济量体，大家还是有很多学者专家画上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它所牵涉到的南美、非洲等等之类，他们国内的情境，他们未来对于面对很多的状况，其实在总统的选举，在很多的内乱当中，其实它那个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的多。不过你可以看出，王毅来做一个这样的主导，而且在俄罗斯，你可以知道说他是急于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能够稳定中国在这个整个国际情势上面，他还是具有不管在经济上面或者在所谓的联盟上面，还是具有他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啊。那最后要提到这个所谓无人机这个 AI 哦，我真的觉得黄仁勋来完之后，全部都充斥着 AI， 我们的那个叫 AI， 包括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每个人都质询 AI 来了，你的店怎么办？包括我们在教育委员会里面讲说 AI 对我们的学习如何？那你看现在连战争也要有 AI， 这个无人机、无人海面的舰艇，当然我也同意，我刚刚也问了接种，他也认为说，因为这个几千艘人完全是在第一防线上面，不见得每一艘后面都会有人来主导，所以它需要很强烈的一个所谓的智能。那目前为止，这个 AI 的智能来说的话，以美国来说还是在测试的阶段，所以他认为在短期之当中，虽然美国的这个所谓新任的这样子的新印度太平洋司令有提出这个部分，但是美国目前为止也都还是在测试是否可以成型，他认为还是有段时间。不过你光是想到那个画面，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人 AI， 都是一些所谓 AI 生成的，还有机器人来帮我们都做打仗。你光是想到海洋线当中全部充斥了这么多无人的机、无人的海面，我想光是那个画面，台湾难道就是有这些机器顶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可以免于安全吗？大家思考一下。所以即使有这么多先进的科技，如果整个的局势没有因为人的决定做得好的话，再有多的机器也还是一个人类的灾难。是美国的小丁是2027年对岸的犯台的时机，或者是他的这个能力已经成熟了哦。那时候 AI 也成熟了吗？我看起来打一个问号。而另外，如果那个场景真的实现的话，好像科技电影哦，就是我们常看的科技电影的场景。那美军像是帕帕罗，他的说法是可以拖延时间，拖住共军，让美国可以过来1个月。那我想问委员，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幻的想象吗？还是真的可以实现？我先这样讲哈，我们现在有一个氛围，这氛围主要是来自美国，
就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好，所以你台湾要把自己建立成一个弹药库。好，因为你四面环海，你不可能像乌克兰，我们要援助乌克兰比较容易一点，进入波兰就进去。你台湾一旦被封锁以后，我们都进不去。所以你现在要买，尽量买。所以鱼叉的陆基的鱼叉，一买就是几百枚。好，所以这个战争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这样一个调。美国在传达这个讯息吗？当然，美国的智库讲这样的话，美国的军方人是这样的话，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是讲这样的话。好，我刚刚这个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尤其在大选的这个季节里面是非常明显的。我请问你，智库很多的钱谁捐给他了？你去仔细的追，很多都跟军火商有关。你的国会议员很多人捐钱给他，谁在捐的？包括选票的动员，因为美国大的武器商，那个人都是10几万人了，一个公司里面，如果在一个州的话，几乎 winner takes all， 他几乎可以决定那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是归谁。所以这是整个艾森豪总统要退休的最后一场公开演说就讲了。同胞们啊，你们要小心军工复合体啊！这一些人在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影响我们各层面的政策。你现在不是这样吗？为什么战争就必然不可避免呢？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战争要不要爆发，基本上是由两岸决定的，不是你美国决定的。我们才是用英文讲 vital players， 我们才是政治的主角。这场游戏的主角是我们，你美国不是主角。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而且呢，两岸的问题，我的看法基本上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如果是军事问题了，早就干起来了。敌长我消，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为什么没有打起来？因为有非常复杂的，你讲历史也好，经济也好，好文化什么因素都放进去。所以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只要把政治问题解决掉，这个战争是可以不需要爆发的。靠山维斯也说过啊，是不是？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长。也就是说，我在会议桌上没有办法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我们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到战场上去打场仗。可基本上，我觉得两岸关系就是起起伏，就是有很重要的因素，让中国大陆还是一直不愿意对台湾用兵。我认为中国大陆其实他们的领导阶层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的，尤其看到乌克兰情形，人家挖个坑，这个普丁跳进去了，你现在习近平要跳进去吗？你要跳到美国人挖的坑吗？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不管美国人说了什么，现在制造这样一个严重对立的氛围，对美国利益是有效的，是有益的。最重要就是武器嘛。你看日本买了多少武器？日本国内经济一塌糊涂，日本买了多少武器？这几年来，南韩买了多少武器？台湾买武器买多少？菲律宾开始要慢慢进入大买的时候，所有这些买的武器，大部分都是给美国人买的。所以美国最好的就业的工业最好的工业是什么？就是军火工业嘛。还有因为这样所延伸出来的其他的利益，譬如说半导体，两岸既然有可能中国大陆随时会打你，你们要不要帮我美国的忙？你台积电要不要过来设厂？你不是乖乖就要去吗？因为现在这样一个对立的氛围，不是只有两岸，它制造成中国大陆也同时威胁南海、威胁日本、威胁台湾、威胁菲律宾，甚至威胁印度。所以你们这一些人都要给我买武器。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最有效。可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是政治问题。我们有信心，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跟朝野都有信心，我们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这个无人机的事情，我很快要讲一下。我是觉得诺曼底登陆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天上1000多架啊，这1万多架次的飞机在飞，地上大大小小那个船运兵过去，4000多条船，这个场面太大了。尤其这个电影拍出来以后，尤其诺曼底登陆又刚过，大家想到都是未来老共要打台湾，一定是这样打。千箭齐发，万箭齐发，会是这个样子吗？不会，我觉得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知道你买了这么多的这个海马斯，你买了这么多的长射程的飞弹，这个还有火箭等等，你认为他会这样到
派了几百条、几千条、上万条船到台湾海峡，让你打哦。我告诉你，那是最后的手段。也就是说，前面一定是《孙子兵法》所讲的“三战者，动于9天之上”，他已经先密集的轰炸。如果要打，我还是认为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没有那么高。我说，如果假设他要打，他绝对先动用他的多管火箭、长程的火箭、弹道飞弹，然后呢飞机的轰炸，然后整个他认为已经把台湾的有生的战力大部分都消灭了，他才会安心的、放心的让他的船团过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变成很僵硬。战争是一个很人类在地表上最困难的动作。我们想它的时候，要从各种方面去切入。战争会不会爆发？万一爆发，用什么方式进行？这些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会认为我们的看法不会比美国人的差。所以要主导，我们要主导这场战争的准备也好，战争的进行也好。要由我们来主导，而不是美方在主导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我们也要自己来主导。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中华民国漏洞连连。我们看到前天发生的瞎事、夸张的事情，对岸的一艘这个游艇这个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它，渔船啊，快艇好了，快艇啊，来闯进长驱直入到我们的淡水河都已经登陆我们的这个渔人码头了。他在里面游51分钟结果现在进一步查出来这个人的身份，他是共军的前舰长，开着快艇闯入我们淡水河，现在海巡署说，对我们有疏失，开闸了。可是这10个人被处罚的、记过的，都是第一线的小将就是第一线的人员这个高层都没有监督的责任吗？我们首都的海防4道程序把关。通通被对方给破解了那我们看到，包括他航行了35分钟，抵达渡船头滞留，还闯入我们的雷达范围，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追究原因呢？我们来看到呢相关的报道来。我们的雷超所认为他是误判为他是我们的国际渔船，所以就通报安检所跟岸巡。整理持续监控。9日早上9点44分，淡水外海6海里，海巡雷达锁定这艘中共船艇。8分钟后，船速以18节到了3海里处，但2守望哨雷达监控。10点15分，船都到了0.5海里，巴黎守望哨持续监控。之后进了淡水河淡江大桥附近，海巡雷达组就这么盯着，全程未回报管制官。夸张的在后面，因为这时巴黎守望哨目视确认非本国籍船只。5分钟后，这艘中共船与巴黎渡轮擦撞。34分钟后，10点54分，海巡接获业者通报，中共船只徐徐往港内缓慢行驶。约15分钟后，靠岸淡水渡船码头被抓，确切位置在哪？淡水老街附近啊。中间是有30分钟的时间。针对北部分署分署长一直到雷超所，总共有10位，分别处以申诫到记过的处分。承认人为疏失，只是淡水河口都是海巡责权范围，待命舰艇都没出动。这是纯属他个人行为。民进党当局没有必要草木皆兵。这个民众回到大陆后，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罚。国安会、海委会都指出，陆南具有共军背景，必须详查来台动机是否有大陆官方操控。好，这一名这个男子60岁他有大陆解放军的背景，那还是少校那我们看到陈冰华，这是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他就讲了这是个人行为，因为第一时间他是说他是要来投奔自由的。来，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昨天知道的时候也觉得真的必须要彻底检讨啊，因为民众后来在厘清了相关的事实就是说我们那个管碧玲主委他是说系统没有出问题，是人出问题就是
就是惩处了就是10个人之后，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民众期待的其实就是以我们的海巡加上国防，应该要在更外海的地方就被拦截那后来居然是在就是渔人码头，因为我是淡水人，渔人码头我也非常的熟悉在那里，然后撞上就是交通好像是交通船，对交通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才出手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彻底检讨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行政院长卓荣泰他有公开致歉，然后国防部跟海巡署也都表达就是必须要彻底检讨。那刚刚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说，虽然对岸说这是个人行为，那可是这个人他有军职，前军职在身，所以是不是个人行为？我觉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国防部顾部长他也说，不排除这是一个灰色干扰就是用这种灰色地带看起来像个人行为的部分，其实在干扰台湾那整体讲，我想这个部分包含目前看到的就是海巡署有提到，就是他们也会在科技上检讨。那因为他们为什么其实是有发现这艘船，只是因为当时发现的点上面比较多那所以误以为是台湾自己的渔船回来，然后因为方向上他们的判断不一样。那我想就是在科技上真的有必要提升包含海巡署自己提出来的，说应该要有就是相关的科技的提升那也包含我们自己国家的渔船应该要建制一个识别的系统。那我真的觉得亡羊补牢这应该做的那也加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美国的那个无人机的计划那我觉得我也同意主持人讲的，就是要自救才能就是说他就那我们自己的国防体系包含相关的就是说疏失，如果有动的话一定要补上。那我们的民主盟友，那可能我跟那个林委员那个想法不同，是说我觉得民主盟友还是很重要，包含美国、日本欧洲、澳洲甚至就是说争取印度等等，因为我们跟对岸就是不对等的一个战力那不对等战力下，那其实我自己听到的就是说，美国相关的，因为我去参加国防安全院办的相关的研讨会的时候，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嚇阻所以包含他讲这个无人机计划，当然这还是在一个计划的阶段那为什么会说出来？所以最重要是嚇阻，嚇阻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希望战争的发生，那必须要让中共就是完全不敢轻举妄动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那大家其实目标一致，都希望确保台湾的和平。那怎么样确保和平又是自由民主的话，可能在国际战略上有不同的做法。那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能有更多的对话。那再回来讲刚刚这一题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是要彻底检讨，然后补上这个漏洞，让所有的民众都放心。是林委员是不是想我回应1分钟就好我从头到尾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美国这个朋友，或是日本，甚至说印度，我没有讲这个问题。我只是要告诉你，朋友再重要，他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不是完全重叠的。我想这是我们都同意。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两国的利益在这次加沙走廊问题上也呈现不是重叠了。台独人喜欢假设一件事情，台湾的国家利益跟美国是完全重叠，是这样一回事吗？第二个，当你的朋友做出一个建议的时候，你自己要去衡量这个建议符合不符合我们台湾自己的国家利益。那我要讲的是，美国曾经叫我们放弃金门马祖，你认为这是不是好的主意？老蒋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美国给了很多的，包括引诱也好，包括压力也好，老蒋一定不接受。所以最后金门马祖还到现在为止还是牢牢靠靠的在我们手上。当时如果听了美国人的话了，金门马祖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朋友的话可以听，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要看符合不符合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来，委员。我从这点我也同意，这个海巡的事情，我从2个观点来看，一个是内部的观点其实我刚刚就跟志恩姐在聊说，这是密录戏有没有？对。因为我们在陈建仁院长即将卸任之前，我们才拨了特别预算2100万，针对2月14号那一次的这个两岸之间这个撞船事件。那
从2月14号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天了。你说的密录器是海巡嘛，这次也是海巡。可是问题是，他从外港进来，我是说有没有那个他们现在说有3个版本嘛？刚刚如果看没有错，有3个版本。那3个版本的话，应该要有密录器，说当初这个是怎么进来，应该会有一个 video， 有证据我们才能说话。可是那密录器录不到啊？是吗？他是在雷达站，然后他这样进来。为什么会把它拿出来讲的原因是说，因为2月14号到现在100多天嘛，那这个。罹难者的这个遗体还在台湾，是那还在台湾的时候，然后去拜的人应该不是海洋会主委管碧玲，也应该不是顾立雄国防部长，要拜的人还是这些基层的海巡人员。那今天被检讨、被责难的人也是他们，也是最基层的人员。我记得在2016年那个3月7号的时候，有一位立法委员讲过，不要牺牲基层，该下台的人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那刚好这位立法委员现在在做海洋委员会主委，叫做管碧玲。那他2月14号的时候，他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他还是在做跟当初最痛恨的事情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从今年2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的状况，在于海巡上面来讲，当你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势必这对于我们内部海巡所有人的士气跟纪律是有破坏，的，甚至是大幅度削减他们实质上的战力的。这是我对于我们这个海巡可以是国安危机。另外，国外的话，我刚刚回应一下林委员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个比较中肯的东西，就是有关6月2号的香格里拉对话。6月2号香格里拉对话，两边的那国防部长、两边的那个大将都有讲话。中国有去讲话，美国有去讲话。美国是 Austin， 那 Austin 这边做出一个很奇特的动作，因为那个时候。Marcus Jr. 小马可是直接说，如果菲律宾有一个人死在南海，我们就要视为战争的行为。We see as an act of declaring the war。这句话是在国际方面很重的一句话。可是讲完之后 ，Austin 美国这边马上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换句话说，这个不要在香格里拉对话是 CIA。在新加坡特地办的一个国际对话，是一个国际论坛。那时候泽伦斯基也去了，那个时候，然后小马可斯也在讲话，基本上是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基本上就是去聚焦在大陆的威胁。但是从中间看起来，变成说他们并不想把这火花爆出来，因为美国现在目前刚刚讲到，除了科技之外，除了交情之外，战争最主要打的是资源。那如果以美国的状况来讲，他们现在有4个有可能的战场，俄乌。以巴、南海，最后面是两岸，台湾两岸，而他们的优先顺序，我们如果很客观的来评估的时候，优先顺序会是什么呢？一定是俄乌最先，再来是以巴，再来是南海，最后面才是两岸。变成说，不是说我们不重要，但是 compared to the 3 previous, we are more expendable。在其他3个的优先顺序中间来讲，我们是相对比较。价值可牺牲的，同意啦。我会认为这是个很严重，内部也好，外部也好的国安危机，知为见浊。不过这一位直闯我们淡水河的陆军，就是中国大陆的前少校，他登陆之后，他把他船上面的这个记录器给。这个航行轨迹全部都给删除了，这件事情的确非常的诡异哦，很可疑，有可能是在做压力测试吗？还是说其实解放军有在背后派他过来哦？这件事情其实还要再继续追查清楚。我们进一下广告。